好了，各位听友大家好哈，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了。我们先分享田颖同学的一个体会他是2月19号的一个体会，说日行一善我能为你做点啥？说静心修己保持爱的觉知。说今天去庙会遇人山人海我找不到合适的饭馆的时候能在慈柔的呼吸中保持安静，为自己点赞。就是你找不到合适的饭馆了，但自己不着急，在慈柔的呼吸中保持安静。说第二，说我错了。说晨5点被窗外工程车持续工作的声音吵醒，心想大过年的就开工，这不是扰民吗？此时没觉知有我直到晨静坐的时候，伴着噪音觉知爱的磁场的时候，心态转变了，就从我心烦意乱的噪音变为过年还有人坚守工作岗位。你看这一转念马上就不一样了。我们前面分享过其实修行就在每一个转念之中。说并致敬感恩，你这么想你就会致敬感恩了。你看人过年还能坚守岗位说内心暖融融的，又被爱净化了。是之后见我们楼群里有人反映附近在拆房子，空出的地要作为要开通的地铁站口，就体会地铁站是为民福利，是应该致敬感恩。说第三，修无怨造我，是有点怨造有爱去化之。慈减谦呢，说爱的加持修养慈减谦下面第5点听课和锻炼。说晨静坐60分钟，晚上跟着808课是新年最好的礼物词话，请带着家人一起互相献礼吧。锻炼早晚爱的磁场加日常安静的觉知。大家注意听下面这段这锻炼听课和锻炼的体会。说晨静坐照常环抱家人亲朋，在爱的磁场中受益，觉知爱的呼吸，却都在有意之下进行的，就平常就是有意之下进行的。而今日的收获是什么呢？是在一次不经意间回归了自然呼吸。大家注意听你有意的呼吸，这个是自然的呼吸，就是没有了为了什么找呼吸不自觉的使劲呼吸的我了。我们前面一直在最近让呼吸的讲这个内容就是反正我退出去了，是一瞬间轻柔的不易觉知的呼吸遍布周身。就是那我去除之后这个是在我讲让呼吸之前同学们自然体会到的这样的状况，就是你没有那个我在那里面控制它了，要使劲要去干什么去的时候，一瞬间轻柔的不易觉知的呼吸遍布周身，这个初步的体呼吸了，温暖舒畅，虽然时间不长，却倍感珍惜。还是要将我无限轻柔虚空的自然呼吸才能出现，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讲让呼吸讲这个内容，今天我看到这个体会，正好我跟大家来分享这样一个内容。就当你呼吸，那我彻底让出去。大家注意这是一个根本重要的方法。但这个方法又太简单的好多人他不愿意相信，总要相信什么一些特殊的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方法，呼吸法也好，什么样的方法也好，但往往这样的方法有的时候可以这么说，比方过去讲什么术，一法一术，很多一法一术说这个见效快而成功难，就是马上感觉有点效果，这个很快，但真正要修成很难，那个效果见到那儿也就到那儿了。而真正根本的那些大道至简的方法是什么呢？见效慢而成功易。见效慢什么意思？就是马上见到很多效果，这个不太容易，稍微慢一些。但是你坚持去做达到最好美好的境界就很容易一些。就我们重视这个根本大道，就是这种自然的呼吸，忘掉那个我。慢慢你看这天野同学真是，我觉得他这很难得这个体会，而且他说的非常真实就是你看一瞬间轻柔的不易觉知的呼吸遍布周身，温暖舒畅，而且是虽然时间不长却倍感珍惜。就往往很多时候那个我的出去的时间不会太长，开始的时候一瞬间，可能有时候就几秒钟的时间可你有那种感觉之后就是那也可以说一辈子忘不了。
就你有过的一种体验，你一辈子忘不了，就那个锚点就进去了，它叫倍感珍惜。要将我无限轻柔虚空了，自然呼吸才能够出现，那个自然生命本来有的那种呼吸才能展现出来。让呼吸之后说达到，比方说达到这个我们讲胎息也好什么也好，难吗？其实有的时候你说起来好像很难，但其实你只要认真这样做，不经意之间就有。我相信有不少同学也有同学跟我说过，就不经意之间好像停了几秒钟或停了一会儿，那个不是故意停，自然停，觉得全身在变化。其实每个人大家注意本自具足，你都会有这样一些状态，都会有这样一种，而且生活当中都会有一些好像开了门缝进来光的那一刹那，我一刹那体会到了，可能没有关上了，那你就知道我也是可以有的。你经常练，你不要去找，说我一定今天要练正，或者明天要练正，不是这样，就你静静的这样待着，你越不找，他说无意当中有真意，说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得到它，自然出现这种状况说这个晚上跟着808课锻炼要学会用身体制造爱的发电厂，开关就是心中升起的爱的觉知，将爱的呼吸和用爱磁化自己家人亲朋万物众生的觉知进行下去，继续做好修养功夫，就把爱落实到日常的行动中，将磁化融入呼吸间，那第七他讲的日常体会，说昨晚在心随呼吸心系相依呼吸，1分柔磁柔1分钟，就这样磁柔1分钟入眠就在这睡觉了。他经常醒后不觉得困倦，身心轻松。就你带着这种，比方说你有那种呼吸之后，躺下睡觉就进入那种呼吸，就整个睡觉的质量一定会提高。所以很多人就说我怎么去治疗失眠，提高我的睡眠质量，怎么去？你不用去管那个睡觉，你就调整好呼吸，自然而然就可以了。说昨晚快10点，其实回来路上一段小路两边树身上全是漂亮的灯饰，仿佛进入美丽的童话世界。想起春节前工人师傅给树上挂灯的场景，心里暖暖的，感恩就是始终心存感恩心生活在人心向善、和谐有爱的国家是我的福气更应该多施善行善。早饭时吃买回的烧饼，觉得不脆，以为家人把烧饼给蒸了，这样说它这样热不好吃，觉知有我了，我不懂，其实是煎的我吃晚了，凉了就变软了，就转变心念。转变心念就是每一个修行，就是在每一个转念之间。你这样怎么样？它软了，正好咀嚼慢咽慢一点，细嚼慢咽这感恩家人的付出并认识到我不懂才能，就是你真正你不要是在纠结在某一个点上。他说我不懂才能看清事物的全貌。你要往往那个懂就是某一点上懂，执着在某一点上那不好，放掉这一点说遇事学会转念和感恩都是我应该修的，也是我相信是每一个我们两岸生活的亲们都该修。遇事首先感恩，转念，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再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让呼吸今天就讲到一个核心的问题，这几天也有同学提出这样的问题，说让呼吸，说手上那个我退出去了，心脏、内脏、肺，全身各处那个我退出去了。那么我这个我退跑哪儿去了呢？好多人就说，你说这是一个必须澄清的问题。这个我退是退到有的同学说，哎呀，老师说我这个退出去，我这个我是站在我前面看着我呼吸呢，还站在我后面，还站在我侧面呢？大家注意这个我退出去，你听起来好像我退出去，它必须有一个地方，站到某某地方，这是从常态来说是非常合理的，很自然的嘛，你退出去就得有个地方嘛。很多人就想象一个无形的我像个灵魂一样灵魂出窍从身体里出来到某个地方看着你的看呼吸看心跳看你一举一动，这个呢比较符合人们对灵魂的这个普遍认知。那灵魂是可以出窍的嘛，对吧？你可以我们是当一个独立的存在，他看着我，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你要认真体会的时候，你就知道它不是这样。首先第一点我想讲什么呢？就是这个我呀，它本来就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你可能很惊讶，但这个真相就是这样的。我本身从来就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可以说就是所谓这个我，我们认为的这个我，也可以说是主观世界中的那个我。那为什么说是主观世界中的我？那主观世界包括什么东西啊？概念、思想等等了。就这个我，它是一堆东西的临时组合，它也不是一个永久的组合，是个临时组合。你比方什么感觉、概念、观念、想法、记忆啊，一些理念、一些认同等等。因为它是临时，为什么说临时组合呢？因为这个我它会变的。你现在认为一件什么什么是正确的，过一段时间认为是不正确的。那你说认识正确的这个我，还认识不正确这个我，那哪个是我呀？那这个我是变化的，不断组合的，跟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有这种认知；那些东西组合在一起有那种认知，不同的观念组合成的这样一个我，就一堆这样的一些观念、一些记忆、一些思想、一些想法组成的这个我。就好像是我就像无数条细线编织成一个看似实体的这样一个我编织在这待着，其实它不是，它就是一堆可以说一堆观念、一堆概念的一些组合。现在这个我它是个临时的，一会儿它会变的，一会儿发脾气，一会儿不发，一会儿怎么样，一会儿那个我它是一个各种组合在一起的，对这件事情有这种认知，哎呀，产生这样一个观念，后来这改变这个认知，它又变了。为什么要修着我呢？我可以修，它就是可以变的呀，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你感觉手，感觉比方说啊，你手感觉手是你的，那是手的感觉加手的认同编织出的一个我感觉这个手，感觉呼吸是你的那种呼吸的感觉加呼吸的认同编织出的那个我。你感觉那个念头是你的，那种念头的出现加念头的认同，弄在一块，这是我，就是每一个这我穿起来。就好像你用一根线，哎，看到这有个什么铜环，哎，穿起来成我的了。看那有个东西拿过来，哎，穿起来又成我的了，又成我的了。所以这些我是一个组合起来的东西。我说每一根线都很细，但千百根线编织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看似坚固的织物，那个被我们称之为我的东西。所以我本来它是不真实存在的，所以你让出来，它没有真实存在，它怎么能有一个这块占一个，那块占一个呢？就让的本质是什么？它不是移动，不是说把我移动到这儿，说我在我身体里面，我移动到这个地方了，前面或者后面了，不是移动，而是什么呢？而是消解，而是消解。我们要重新理解这个让啊，就当你让呼吸发生了什么啊，它不是有一个我从呼吸中离开了，跑到别的地方去了，而是什么呢？你对呼吸的那份我的感觉消散掉了。打个比方来说，就像雾气在阳光下呀消散，不是这团雾气攒到一块跑到这个地方去了。我说兄弟，你这块有雾吗？这块雾，阳光一来，这雾它退出去，这块雾合在一起，退到那个地方，它不好退，它不是这段雾退到那，而是雾怎么散了。其实说是雾散了也不真实，那个雾这个水汽还是真实的，它散掉了还是真实的，那个我的本身就是个虚幻的。我表达清楚意思没有？我只是简单这么比方，就好像这个雾气在这儿，阳光它散掉了，不是这团雾跑到别的地方去。哎，我们到这儿来了，那会儿有阳光，我们要退出去，不是这样的。它不是雾去哪儿了，而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实体的存在。那雾气它不是一个实体，它就是它体可以变化的。当然，它这个本身雾水是实在的，我它是不实在。就当你让心跳不是有一个我从心跳那个地方出来了而是你对心跳的那份我的认同，这是我的心，
那个我在心，这个我解除了。当你让内脏不是有一个我从内脏里退出去，而是你不再把那些内脏的感觉执着的认为这是我的，因为在没有这个我之前，你的内脏它就有啊，在娘胎里就有，你还没有我呢，它就有了。有了我之后，这就是我的，那本来就不是你的，没有你之前，人家也已经存在了，所以你得让出去。所以让的本质它不是移动，而是消解呀，不是撤离，不是撤出去，而是解除认同。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去清楚。第三，我想说一点呢，就是那个退到外面看着我的我，依然是我。为什么我这么说啊？因为有人说那我在锻炼恍惚之中，我确实感觉到好像有个我在后面站着我，看着我在呼吸，那是什么呢？的确是这样，就好像看到前面有个我，或者后面有个我。我曾经讲过，就有同学锻炼的时候，哎呀，精神不容易集中，说，哎呀，快我回来吧，我回来吧，我回来吧，就真的感觉好像那个我回来了一样。大家注意啊，这种感觉是很敏锐的，就这位同学已经很安静了，但是还需要分辨，就是那个在看着呼吸的，他如果是一个实体化的有位置感的，在外面的观察者，他依然是那个我的另一种存在形式，还是虚幻那个我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就是你的认同，我认同不在这儿，不在那儿，但我认同还在外面一个我，只不过这个我呢，他已经从操控者变成了观察者。我们很多人就停留在这个层次上，他已经很好了，他不是操控了，我观察了，它的位置变了，功能变了，但那个我呢，我的感觉它还在。真正的让是什么？连那个观察的那个我也要让掉，也要让掉。就你能从那个操控的我推到有一个观察的我，那个我的认同已经不在你身体里面了，不在你的生命去主宰了，已经推到外面了。他不操控，只是观察，就是我这已经很大的进步了。但是他还是我的，就是所谓那个我的另一种存在状态，只不过他从身体里他出来了，不操控了。真正的让，就要把这个观察者的我也要让掉，就不是我在看呼吸，而是呼吸在发生，同时有一份觉知，知道呼吸在发生。但在这份觉知里，没有那个头脑中的那个我，没有头脑中的那个我。乐一堂语录啊，在这里面，火焰吉老先生说过一句话，说你在锻炼的时候要不起一明觉心。我们现在很多人在练这个明觉，当然这个明觉的含义可能不一样啊，它有另外的含义，它叫不起一明觉心。讲什么意思？就是不起那个我在觉知的那个心，连这个心都不要有。为什么最近我在锻炼，一直特别，你头脑一定要恍恍惚惚，你的头脑一定不要很清醒。我知道什么，我知道什么，不要那么多知道。你一有我知道，那个我在那儿出来了。但这个过程不容易，不容易做到。但是你只要认真正一有它，恍惚起来，不起一明觉心。就你睡，你这清醒着，要睡觉，还没睡着之前，那个恍惚，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我相信绝大多数人能有这样的体会，就那个我在想事儿，我在干什么？比方说那边在开会，我在表现的，我在听会呢啊，可是实在困了，一睡觉，我相信很多人能体会到什么，那个我一下出去了，我不操控了，
我操控什么呢？哎，我要装着那个领导讲话呢，我得装的，我在听哈，我不能是我在走开小差，我在装那个我在那操控，我得睁着眼睛，我得做好了。可是那个我一想，实在困了，我一走了，对身体不操控了。我们锻炼的时候，你就要主动的让那个我走，不操控，主动退出，成为那种状态。那你想一想，你在听开会的时候，你在那我一走，那不就一刹那吗？刹那就走了。所以你练功练的安静啊，也是一刹那，完了一旦立刻他一走，你立刻就进入恍惚安静的状态。所以你细细体会，这都是功夫啊，这些功夫而且都在生活当中。大家一定不要把功夫弄得很神秘、很高深，怎么样，全是在生活中。你在生活中，我在听课呢，我在听会呢，我有个明觉心，我得表现的不能让领导看到我打盹儿，我睡觉那不好。都那么一没有，呼呼呼呼在这睡着了。但只要你睡着个十几秒钟，睡着个1-2分钟，你再醒，哇，精力充沛。那个我一出去了之后，本能就起作用，那个本就在那展现，就和虚空大道相通，马上你就滋养了。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所以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就要有这样一种状态，这是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知道，这是真正的功夫，而且这是功夫最根本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最根本的诀窍。你说它这诀窍其实就是很自然。大家说有时候越是那个诀窍啊，越是很简单，越是太复杂的东西就不叫诀窍。有时候那个诀窍就恰就一点点，他不说你永远都不知道。所以就是这样，就像睡觉，从醒到睡中间，睡觉觉醒那个觉字，你对它没有觉知就是睡觉了，有觉知就是个觉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关于这个内容啊，就是我对哪儿去，可能还要分是2次啊，我们待会儿要锻炼，但我还得说一点啊，就我们这样的锻炼什么呢？你就从有我之觉到无我之觉。平常的状态有一个我在感觉，在思考，在行动，这个我就像个聚光灯一样，照哪就亮，哪里就成为我的，这个灯照的那就是我的，这是我的东西。大概想是不是这样？我这个比方啊，你这个思考行动，我照到哪这就是我的。而初步的让呢，就从操控者变成了观察者，就感觉身体里有空间，有一个我在看着呼吸，看着念叨。这个状态呢比较亲近了，无论是你在身体里面看着，还是好像在外面看着一样但是依然是有我的，这是有我之觉。平常也是有我之觉，初步的让也是有我之觉，深度的让呢是干什么呢？就这个观察者的我也散了，但是觉知还在，但没有一个谁在觉知。就像阳光普照，但没有一个阳光是在想着我在照耀，它就是照，是没有阳光想阳光想着我在照，它没有这个。所以前面是有我之觉，后面是无我之觉。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前者是什么呢？是灵魂出窍式的想象，一个灵魂能出来了，你是一种想象，你还是在我里面待着。后者呢是觉性本身的显现，我退出，觉性本身显现了。我希望我要说清楚这个，我们再反复讲一下。这个虽然很简单，我反复多说一点，你多去感悟一下。平常的状态有个我在感觉，在思考，就像光照到哪儿，
照着这一片亮，哎，这就是我的。初步的让呢，从操控变成了观察。我不操控了，我只是静静的观察，这已经是很好很好了，也很亲近了。但是还有我在这儿，这个有我之觉，前面两个，再继续让，深入的让，那个观察者也让出去，也消散了。观察者彻底消散了，那个觉知才显现出来。觉知在，但没有一个谁在觉知，就像阳光照，没有一个阳光想着我在照。一个叫有我之觉，一个是无我之觉。那前面是什么？灵魂出窍式的想象，你还是在你的想象中有个我，怎么用你的意念去造出一个我出来，是灵魂出窍式的想象。后者是什么？觉性本身的显现。我退出去之后，那个觉性在哪？大家注意啊，觉性本身就在这儿，然后呼吸也本身就在这儿。那呼吸和觉性都是你生命本身所有的东西，这两者相依，心息相依。也可以说，觉性呼吸它本身就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它都是你生命本然使之。是在这种状态下，就像前面田英老师分享的一样，你自然的状态，哪怕它进入的时间很短，内在完全自然是脱离那个我的干扰了，你会觉得酣畅淋漓，非常的舒服。它身体的自我调整，很多问题它可能就自己去解决了，自己解决了。我们有很多同学有不少的问题啊，比方说，我不说具体的例子了哈，有很多问题，你锻炼了多少年，练这个练那个也没好，或者没有彻底的好，有些可能好了，有些还没有好，那应该怎么下手？应该从这个层次上下手。你练很多年，大家注意啊，你练再多的年，你的意识状态还是那个常态。你在常态下怎么练，那个气也是个常态。但是你那个状况，你那个情况需要更加精微的气去调整，你给不了精微的气。你练再多，你只是给它多量多。我说清楚，你给它那个气的量多，可是质量不够，那个质不够，或者纯度不够。你的头脑，你天天你再练10个小时，你只是在这种乱的波动中，当然不能说太乱啊，你那个没有进入更深的那个安静，你还是那个我在那儿，那个我没有变，不变的我锻炼的永远是那个不变的东西。所以你说你变那个我，从实实在在的有那个我怎么样，把它变虚了。哎呀，没那么多我了。那有人太自私太自我，慢慢要不那么自我，什么意思？不那么自我什么意思？就这个我散掉一些了，那个我太厉害了，别人说一句话，那我就受不了了。就像我过去，大家可能我们老朋友都能记得我举的那个栅栏的意思，你那个栅栏很密，就那个我很密，来的东西堵住了，堵得心眼难受了。那个栅栏宽松了，通过修炼拔掉很多根，宽松了，来的东西就过去了。但没有栅栏的时候，你不就没有阻碍了吗？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就是我们有的同学很多问题啊，不是那个身体的问题，而是那个栅栏的问题，那个我的问题。那我散，哎，散，你状态变了，你个维度变了，状态变了之后，你可能在新的状态下，那个身体就好了。你的状态不改变，你再怎么努力，有时候效果也不那么大，或者你事倍功半。就你在那个层次上，就像我过去经常打比方来说，你再怎么跑，你也没有骑车子快。你的动力系统不一样，你弄的不一样，你骑车的跑得再快，你还是两条人肌肉这么弄，你就不如开车快。动力不一样，你开车再会在地上开，飞机在天上飞，你又不一样了。
是吧？现在有很多人努力是在什么地方努力呢？我就努力跑，努力跑，你跑再快也是人跑的那个速度。换骑车子不行吗？我再换我开车不行吗？是你要换观念嘛，换那个我嘛。你是我在跑，一开车不是我在跑，我只是驾驶它跑。我得开车，我驾驶它跑。那我坐飞机上，我驾驶都不驾驶，我坐在上面，别人给我开着跑，开着飞更快，就类似这么个意思啊。就是说，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也希望我们两岸时空的一些我们的新朋旧友啊，大家都要仔细去琢磨它，琢磨它。这些是听起来就是很普通的，但是真的大道至简，它又是最最根本的。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是能够认识到这样一个根本的状态的。现在我们就在一起的练这个内容你就像那个栅栏那个我很密，散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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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空出去。就像你强忍着我不睡觉，我得听那个领导讲话，可是忍那个我退出，身体一下就是那个状态了就你看你用什么都可以用你自己能够比较熟悉的那种状态来调整放松。一下子就进入状态就是一下子的事儿。从清醒到睡觉，它不需要说很长时间。真正的从清醒的时候，就是一串一下，你前面辗转反侧都是准备，你真正变成醒到睡就是一刹那。那个面部表情，全身的肌肉，面部就一下子变了。睡着了啥都不知道了，现在我们不是睡着了，是主动进入这种状态。那个精气神哒啦收回来了，那颗心咕噜落到肚子里去了。我呀，从全身各处全让出去，从很自我的那个状态变得消解了，散，没有一个站在哪儿的那个我在看着，我散掉了。我从身体这散掉了，身体这儿就剩下了生命本身，还有那个纯粹的觉知，就像雾散掉了，剩下了那片清净的空间。空间一直在那儿，只是过去被雾挡住了，迷惑了。我退出去了，退出去了，剩下那个单纯的生命。
自然的呼吸。呼吸就在觉知之中，在这片空间里，你身体坐这儿，它就一片空间。这个空间里啊，那个我退出了，只有呼吸觉知。全部的觉知都在身体内这片空间里，没有我把它们拉扯出去。所谓全神贯注，我全神贯注于生命的呼吸。这个全神贯注不是头脑使劲的那个全神贯注，而是我没了之后，散了之后，全部的精神自然的灌注回身体了。我消解了，全部的精气神聚会丹田，全部的精神就在身体这片空间里，与呼吸同在。
只是觉知，只觉知与呼吸同在，随心息相依。难免在做的过程中，那个我不断的会过来考验你，考验你的每一个瞬间是不是定得住，考验那个觉知是不是很容易的就被打乱。每次我来干扰，可以立刻心息相依。每次那个我来了，都是一次锻炼的机会。无数个觉知的瞬间，就累积成那个纯净的觉知，安定的觉知。所以有杂念是个好事儿。那是在锻炼。
安静，安静。安静，身体呀，完全放松，头脑恍恍惚惚，
让呼吸自然进行，或者说让呼吸自己进行。注意平常一说自然呼吸，都会觉得一吸一呼，一吸一呼这样的自然呼吸，你连这个概念都得放掉，让它自己呼吸，自己呼吸的意思就是它不一定就是像平常我们认为的那个一吸一呼，一吸一呼叫自然呼吸，它自己呼吸是可以通过全身皮肤的，可以暂停鼻孔的呼吸的。不要一认为呼吸就得是鼻孔这儿进行的呼吸，把这层概念也放掉。全身的毛窍、腠理、穴位都是可以呼吸的。还有一个概念也要破掉，所以呼吸就是和人体外界进行气的交换，外面是空间，身体里面也是空间，内脏在里面照样可以进行呼吸。呼吸在头脑中，在我之中那个观念也放掉，不执着于呼吸平常的被称为自然的那种模式，可以不通过鼻孔的。现在大家慢慢站起来变成竖立，站这儿体会。
多数同学已经有很好的竖立的基础了，功底了。站这儿也能体会这种让呼吸的极致状态，安静。高高的站着就可以，全身的节节贯通。
静，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安排休息的时间。大家之后也请再多听一听或者看一看今天的分享，反复的去感悟我在哪儿和我散开之后的那个不同。大道至简，从锻炼上说，最根本之处就在这儿。大家自己安排自己休息的时间，安静。因为上传这个视频啊，大小有限制，所以我就不在这视频跟大家一块站了。想站的，在视频结束之后你就继续安静。